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我和傅灵里的情嘛。那换话说，只要令郎一跟女性结合，马上就死于非命，不可改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肯放过我的儿子呢？原来就在30年前，有个叫张三的降头师，为了给儿子改个帝王命，利用7妻49个孕妇来修炼邪恶的巨符降。就在他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，被李太太的老公丽人发现。张山，你快点把孕妇放了，这是我最后一个，你不要破坏了我的大事。回头是岸。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始斗法。只见张三用降头术钉死了最后一个孕妇，丽人立刻施法阻止。你还是不要管我的闲事。你害人，我就要管你啊！你别乱来，这是9口全妹兵跟我的孩子亲血相通，如果逼了出来，我的孩子就脱不了胎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放手，我就不把钉子逼出来。就这样，丽人在众师弟的帮助下破除巨符降，打败了张三。当张三回家后，发现妻子已经难产身亡，一尸两命。张三心如死灰，在妻子头七这天，换上红寿衣，用垫尸底的方法变成了最厉害的摄青鬼，并且给丽家下了一个单身一辈子的毒咒。这部邵氏经典上映于1988年，相信单身咒是无数80、90的童年阴影。本片还有更吓人的阴差索命和诡异的南洋邪将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我们的女主小雨是个元气满满的健身教练，今天正好是她的生日。正当她带学员们做着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时，突然一只大蟑螂出现在眼前，她花容失色，满场乱窜，毫不知情的学员也有样学样。闹剧结束后，小雨发现周围静悄悄的，整个屋子黑漆麻乌的，一旁还传来了诡异的声音。就在她以为是自己撞鬼的时候，闺蜜们就拿着蛋糕唱着生日歌出来了，原来是大家为她准备的惊喜派对。闺蜜们打趣说，小雨的明星男友司马玉龙肯定也准备了浪漫的2人世界。小雨一脸幸福，幻想着男友的惊喜。然而她万万没想到，惊喜很快就变成了惊吓。一个外号叫咸湿王的猥琐男来到健身房，他带的不是礼物，而是一本本八卦杂志，封面赫然是司马玉龙和另一个女人亲密共舞的照片。小雨嘴上说着不信，但脸上的笑容已经逐渐消失，因为她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舞会。眼尖的闺蜜一眼就认出照片上女人穿的那条法国丝袜就几千块，可是小雨并没有这双丝袜。小雨只好强行解释自己很少穿丝袜。回家以后，小雨本以为玉龙会给自己一个生日惊喜，结果玉龙给了她一张清单，让她准备烛光晚餐。可等小雨准备好一切后，玉龙却带了个女人回来，而那个女人穿的正是几千块一条的法国丝袜。此时的小雨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备胎，小雨彻底心碎，忍无可忍，直接把生日蛋糕糊在了渣男和那个女人的脸上，上演了一场手撕狗男女的爽文戏码。虽然教训了渣男渣女，但是小雨心里还是不舒服，于是他就想到咸湿王的舞会上寻找第二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阿志的奇葩男人也来到了舞会上，他是咸湿王的朋友，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太监，对女人毫无兴趣。咸湿王和闺蜜们打赌，只要他们谁能搞定阿志就奖励3000块。闺蜜3人组轮番上阵，使出浑身解数。第一个闺蜜用投怀送抱计，结果阿志像见了鬼一样躲开，让她扑了个空。第二个闺蜜想要上演抛砖引玉，假装被撞倒，想让阿志扶她，结果阿志先发制人，手里的果汁不听使唤地泼向了闺蜜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是阿珍出马，她直接威胁阿志不抱她就喊非礼。阿志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，只好照做。可没想到阿志刚刚接触到阿珍的那一刻，直接鬼上身，口吐芬芳，把阿珍骂了个狗血淋头。阿珍见到阿志的手掌变成了熊掌，也不敢再靠近。阿志担心再有女人靠近他，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结果自己差点羊落虎口，被自己的色魔总经理给盯上。可女经理刚要靠近，阿志再次中邪，将女经理教训一顿。阿志趁机离开了房间，躲进了男厕所。与此同时，小雨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沈慈航。沈慈航自幼学习佛法，一眼就看出小雨最近会遇到一段姻缘，但是也会遭遇危险。小雨突然间胃里翻江倒海，跑去了厕所。而躲在厕所的阿志看时间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门锁坏了，想要爬出去，结果脚还卡进了马桶里。小雨听到呼救赶来帮忙，他教阿志用生孩子时的呼吸法，一吸一呼，用力一拔。只听一声惨叫，阿志终于脱困。尴尬的两人，一个天生克女，一个刚被渣男甩，简直是天字第1号倒霉蛋组合。小雨出门时才发现人已经走光，而阿志本不想载小雨，怕自己的霉运传给她，但看她一个女孩走夜路不安全，还是心软了。岂料小雨一上车，更邪门的事发生了，车子像是被鬼操控方向盘，自己转油门踩到底，在山路上演了一场亡命狂飙，甚至被警察的快相拍下。如何跳下我呢？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！麻烦你开慢一点点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看，是自己会走啊！这下踩刹车了！上车！哎呦！
最终车子失控撞停，两人双双被带回了警局。在警局里，阿志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秘密，他不是讨厌女人，而是不敢靠近女人。他交往过的女友个个都遭遇了离奇的意外，有一个被撞瘸了，一个呢被楼上掉下来电视机砸伤了头，一个掉进粪坑里，还有一个头发都掉光了，变成了秃子。他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灾星。小雨以为自己够倒霉了，没想到阿志比他还黑，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竟产生了一丝惺惺相惜。就在小雨离开警局时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，人称斋老的沈慈航。斋老现在是个得道高人，他一眼就看出小雨气色不对，喜中带凶，很快会遇到一段真姻缘，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危险。他送给小雨一条5色彩带，让她千万不要离身。好闺蜜阿珍得知小雨的遭遇后，就带她来陈瞎子这里算命，可就在要轮到他们的时候，被一个阔太太插队。两人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，就和阔太太争吵了起来。为什么不叫他等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有钱就可以要你等。你嘴巴这么刁，我又偏要你等。你要是不先帮我看的话，我就去消费委员会告你们。你告什么？我告你插队啊！插队也有的告的吗？他愿意先给我看，你管得着吗？这是胡说八道。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是有钱人的专利吗？屋内的陈瞎子听到争吵声后，亲自出来查看，他一眼就发现了小雨最近被鬼上身，幸亏有件佛家法器保护住了他。随后陈瞎子就开始给阔太太算命，原来这个阔太太就是阿志的母亲丽太。阿志的克妻命并非偶然，他家曾与一个叫张三的降头师结仇，张三死后化作摄青鬼下了隔世降，想要让丽家绝子绝孙，任何与阿志有亲密关系的女人都会死于非命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小雨和阿志这对倒霉蛋竟然真的开始约会了。两人一起看看电影，参加烧烤派对，看日出。小雨发现和阿志在一起时，他的克妻命似乎失效了。就在此时，老同学再次出现，原来他这次是受人所托来看风水。就在他看向阿志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对劲。孽畜，还不退后！有一只青面鬼跟着你，而且你被人下了降头，他中的是隔世降，又鬼又降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可是两人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阿志决定带小雨见母亲。然而当小雨来到阿志家时，才发现对方竟然是那个处处和他作对的富婆丽太。两人在发廊在算命摊结下的梁子还没算清，现在居然要成婆媳了，简直是火星撞地球。为了在儿子面前维持形象，两人表面上和和气气，背地里却用眼神和台下的小动作进行着激烈的交锋。丽太为了赶走小雨，故意提出各种苛刻的丽家家规，什么大屁股好生养，什么不能抛头露面，气得小雨差点当场掀桌。为了搞定这个未来，婆婆小雨心生一计，她谎称自己得了白血病，只剩下几个月生命。这招釜底抽薪，果然奏效。丽太一听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她心想反正这女孩快死了，正好可以利用她来破除儿子的诅咒。于是丽太找到一个降头师，打算在小雨和阿志结婚当天，将隔世降转移到小雨身上，让她做个替死鬼。毫不知情的小雨还在为自己的演技沾沾自喜。婚礼当天，就在她向阿志坦白自己根本没病时，降头生效，小雨当场晕倒。医生诊断小雨的白血球数量暴增5倍，情况万分危急。丽太的阴谋败露，众人又惊又怒。阿志和朋友们找到那个降头师一顿混战，结果降头针差点扎中了贤狮王。阿志不想连累朋友，又把降头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危急关头，他们只能去求助斋老。斋老想着先请摄青鬼张三上来谈判。一行人来到丽家祖屋，斋老让大家手捏拈花诀配合，然后施法把张三叫了上来。张三一上来就口出狂言：阎王叫你3经死，岂肯留你照5经？我说他不只是5经不会死，而且还可以看到太阳出来。你大言不惭！我们赌一把。怎么赌？明天6点之前，如果你杀不了他，那么你以后都不可以再害他。哼，你一个晚上都守着他吗？不是，我会袖手旁观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只要你不出手，他是死定了。明天晚上来的不是我，是我买通的勾魂使者。就这样，双方赌约生效。斋老叮嘱鬼差，生前大多犯了9色财气4大戒，他们必须投其所好，拖延时间，撑到天亮6点。于是阿珍在老宅里准备了一桌上好的酒席，阿金负责准备精彩的影片，贤狮王来准备麻将桌，丽太也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雪茄。午夜12点，勾魂使者如约而至，他是个隐形的夜叉，众人又是撒香灰，又是喷柚子叶水，好不容易让他现了形。原来这鬼差生前是个赌鬼，于是大家赶紧开了一桌麻将。为了让鬼差沉迷赌局，众人疯狂喂牌，可鬼差手气太臭，这样也胡不了牌，而贤狮王却自摸13妖。你胡什么？你让他胡啊！我一辈子也没胡过13妖啊！我先胡的。你鬼大爷你！眼看拖延战术失败，鬼差开始大开杀戒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咸湿王急中生智，用电影公司的强力探照灯和公鸡打鸣的录音，伪造出天亮的假象。鬼差果然中计，仓皇逃窜。大家以为危机解除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小雨扶着虚弱的阿志回房时，真正的摄青鬼张三出现了。他要将阿志拖下地狱，小雨死死抓住阿志的手不放，即使被鬼魂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也绝不放手。眼看还有10秒就到6点，张三必输无疑，可他居然耍赖，让时间暂停到最后1秒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斋老终于出手了。可即使以他的法力，也拿张三这只摄青鬼没有办法。危急时刻，厉家历代祖先突然显灵，他祭出法宝5色彩带，结合厉家祖宗的灵力，以及小雨和荔枝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力量，最终将摄青鬼打得魂飞魄散。天光大亮，诅咒终于解除，阿志恢复了正常，再也不用担心克妻的问题。小雨则霸气地向闺蜜们宣布，这个男人现在是她的专属，谁也别想打主意。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披着灵异外壳的喜剧片，影片弱化了灵异惊悚感，强化市井喜剧张力，融入降头术等本土元素，贴合当时香港人的娱乐需求与审美。虽存在剧情松散、笑点低俗等瑕疵，但节奏明快，娱乐性拉满，既彰显王晶对商业市场的敏锐洞察，也承载着港片黄金时代的烟火气，是一部瑕不掩瑜、值得怀旧品读的合格商业喜剧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